最近天文界有一个大事件，在冥王星外那片寂静无垠的深空里，有个神秘物体在动。一抹微弱的亮光正从星际深处向着我们飞来，很明显，它不是咱这的产物。天文学家才意识到，咱们迎来了一位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访客。这是2017年那个神秘的奥莫莫震惊全世界以来发现的第3颗星际来客。2025年年中，智利的一台望远镜捕捉到了这个神秘物体，它沿着一条非常异常的轨道运动。起初，它只是小行星撞地球预警系统 ATLAS 捕捉到的一个非常微弱的亮点。这个发现立即引发了天文界的轰动和疑问：这个神秘光点到底是彗星还是小行星？而且为啥它的轨道看起来这么奇怪？这个天体是2025年7月1日由智利里奥哈多的亚特拉斯巡天望远镜首次发现的。一开始，它被暂称为 AEEPL3Z， 但由于它的轨道与太阳系内已知的任何天体都不一致，很快就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证实了大家心里的猜测，这真的是一颗星际天体，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第3颗这样的天体。他们正式给它命名为 3I 亚特拉斯，其中的 I 代表 Interstellar 星际。想象一下，一块来自其他恒星系的冰岩块现在正在穿越我们的太阳系。对天文学家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发现，而对普通大众而言，这却带来了一个让人忐忑的问题：这玩意会不会撞上地球？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根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科学家们从一开始就确定 3I 亚特拉斯对地球没有直接威胁，它的运行轨道将使它一直保持在安全距离，即使最近时也要比我们距离太阳多出约 1.6 倍的距离。事实上，这位访客甚至不会比火星轨道更靠近咱们，所以根本没碰撞风险，只有难得的机会能长知识。ILAS 项目的一位科学家拉里·德诺坦言，咱们对这个天体了解还很少，对专家来说，承认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一件既令人谦卑又让人激动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发现了真正崭新的东西。不过咱们已经知道的是，3I 亚特拉斯直径可达12米，简直就是一块巨大的宇宙冰山。它被发现时距离太阳约 4.5 天文单位，而现在它正以惊人的速度飞奔，每秒约40米。换算一下，相对太阳的速度超过每小时22万公里。在我们太阳系里已知的彗星，没一个能自己跑这么快的，所以很明显，这东西是从很远的地方被甩过来的。小行星中心的官方通报说得很清楚，这东西不简单。通报中提到，它可能有彗星活动的迹象，侦测到了细微的彗发和只有3角秒长的短尾巴。也就是说，3I 亚特拉斯并不仅仅是一块死石头，它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彗星的特征，就像彗星在太阳加热后慢慢苏醒一样。它周围形成了彗发，还飘出了一条细小的尘埃尾巴，它已经开始升华了。也就是说，它身上冻结的气体受热后直接变成了蒸汽，形成发光的彗发和深厚的粒子尾迹。所有这些观测都是在 3I 亚特拉斯还非常遥远，亮度只有约18等的时候进行的。当时它太暗了，必须靠大口径望远镜才能看到，但咱们能发现它，就足以说明天文学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当然，这离不开全球合作。当 Atlas 发现这个天体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的望远镜也加入进来，共同追踪它，并绘制它的轨迹。业余天文学家们也开始翻查旧影像，竟然在2025年6月中旬的观测数据中找到了它被发现前的照片。这些早期观测也帮助科学家们修正了它的轨道，并再次确认了它来自太阳系之外。所以到2025年7月，结论已经明确，一颗星际彗星正向我们快速逼近，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观察到的第3颗星际来客。那么这位宇宙流浪者与前2位前辈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回忆一下他的2个前辈。第一个是2017年底被发现的，取名为奥莫莫，这个夏威夷名字的意思是来自远方的侦察使者。第二个是2019年出现的2I 鲍里索夫彗星，以发现它的业余天文学家鲍里索夫的名字命名。这2者可谓截然不同，而 3I 亚特拉斯又给这个故事加了新转折。奥莫莫真的非常神秘，它是一块奇形怪状的小小天体，大约91米长，形状像一根雪茄，而且根本没有典型彗星那样的彗发或尾巴。更神奇的是，当它离开太阳系时，它甚至出现了轻微的非引力加速，偏离了仅靠引力计算出的轨道。这可能是由于它喷发了气体，
或者有更离奇的原因。这种奇怪的行为引发了各种猜测，不过大多数科学家更倾向于自然解释，比如它可能是来自类似冥王星的冰冻天体的碎片。不管怎样，奥莫莫留给咱们的问题比答案多。相比之下，2I 鲍里索夫彗星看起来就正常多了。2019年出现的鲍里索夫彗星，从外表和表现上来看，跟我们太阳系里的普通彗星非常相似。它拥有明亮的气体、彗发和尾巴。光谱分析显示，它含有水蒸气、碳基分子等与已知彗星相同的成分。要不是因为它沿着一条不受太阳束缚的双曲线轨道飞行，天文学家可能会认为鲍里索夫彗星就是我们太阳系内的彗星。现在轮到3I 亚特拉斯登场了，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新客人更像哪一个？初步迹象表明 Atlas 更像鲍里索夫，而不像奥莫莫。它虽然很暗且移动极快，但却有典型的模糊彗发，说明其中含有冰并正在蒸发。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是冰质彗星类天体，而不是致密的岩石。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它没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怪异行为。简单说，就是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一艘外星飞船，就是一颗非常有趣的来自其他恒星系的彗星而已。不过这个天体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它的大小似乎比奥莫莫和鲍里索夫加起来还要大。天文学家根据发现时的亮度估计，它直径大约有9到12米，比鲍里索夫要大得多。鲍里索夫的直径估计只有约6到12米，比较小的奥莫莫要大。如果这个估计准的话，3I 亚特拉斯的质量很可能也会大得多。当它释放气体时，可能会喷出更多的物质可供观测。另一个差别就在轨道倾角和行进方向上。奥莫莫飞来的方向大体上在太阳系平面内差不多来自织女星所在的方向，而鲍里索夫则来自太空中完全不同的区域，大概是先后座方向。而我们的这个新访客似乎来自人马座，大致朝着银河系中心所在的方向飞来。从银河系的大尺度来说，追踪这个天体的物理学家 Marshall Eubanks 指出 ，Atlas 很可能起源于银河系的薄盘。银河的薄盘是一个扁平区域，其中大多数恒星，包括太阳，都绕着银河中心运行。这意味着这个天体可能是在银河盘内某个恒星系中形成的。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那颗恒星具体在何处。要确定它，我们需要将彗星的轨迹向后推算，并考虑上百万年的星际漂移。这几乎不可能做到。但是，既然它很可能来自银河系内部，这一暗示它的物质成分可能与我们太阳系附近彗星的成分相似。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星际来客虽然各个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受太阳的束缚，每一个都沿着开放的双曲线轨道运行。也就是说，它们来到太阳系后绕太阳飞了一圈，然后就返回星际空间，永不回头。正是这样的双曲线轨道告诉我们 Atlas 不是本地天体。计算结果显示，它的轨道偏心率约为6，远大于界定束缚轨道的0界之1。这表明它根本不属于太阳系，是从太阳系之外而来。不过大家总会好奇，这个天体在来到这里之前到底经历过什么？也许它曾经像哈雷彗星那样，围绕着另一颗恒星平稳地运行，又或者它与外星系中的某颗巨行星擦肩而过，被引力弹射出来，飞向茫茫的星际空间。几个世纪以来，它就在星际暗夜中漂泊，直到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范围。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全部来历，但随着这颗第3颗星际天体越来越近，我们正尽可能多地收集一切线索来揭示它的本质。现在到了2025年年中，3I 亚特拉斯正向我们靠近，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在密切关注它。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它的轨道和目前状态，它将去向何方？在旅途中都经历了些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说 ，Atlas 的轨道高度偏心，也就是说，它是个一次性访客。它来自星际空间，绕过太阳之后就会返回星际。具体来说，计算显示它将在2025年10月底达到近日点，也就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Atlas 的近日点大约距离太阳 1.4 个天文单位，约合2亿公里，实际上就在火星轨道以内。值得一提的是，在行进过程中，它会离火星比较近。今年10月，它预计会来到距离火星 0.4 个天文单位，约5953万公里的地方。虽然这并不算非常近，但已经近到绕火星运行的航天器可能观测到它。比如 NASA 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或许能在3I
亚特拉斯经过时拍张照片。目前科学家们也在研究火星上或火星附近的相机能不能捕捉到这个画面。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颗彗星移动速度极快，即使在离太阳很远的地方，它相对太阳的速度就达到了大约每秒37公里，而且在太阳引力拉扯下，它还在加速向内飞。预计当它通过近日点时，其速度将超过每秒67公里。这个速度大约是地球绕太阳公转速度的2倍。当 Atlas 绕过太阳后，它将获得足够的速度脱离太阳引力。事实上，到2026年4月，当它再次经过类似的地方时，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可能会达到每秒55公里。这将使它成为有记录以来速度最快的天然天体。本质上，我们正在见证太阳系中有史以来观测到的最快速天体之一。这第3颗星际天体已经被归类为活动彗星。早先报告的微弱彗发和短尾巴也得到了证实。当彗星在太阳系外围移动时，太阳的热量开始蒸发它表面的冰，这个过程叫升华，会释放出气体和尘埃，在彗核周围形成模糊的彗发，还会形成一条被太阳风和阳光推着的不断变长的彗尾。截至2025年年中，它的彗发仍然很微弱，可见亮度只有约18等，暗到用肉眼根本看不见。不过大型业余望远镜已经能拍到它了。天文学家使用高灵敏度的 CCD 相机长时间曝光，已经能拍到它在星空中移动的模糊光斑了。随着时间推移，更多冰体蒸发，并且逐渐接近太阳，它应该会越来越明亮。估计到2025年8月或9月时，它的亮度可能达到15到16等，甚至可能稍微更亮一些。不过那仍然太暗了，肉眼依旧看不见。参考一下，在非常黑暗的夜晚，肉眼能看到的最暗的星星大概是6等，而15到16等的彗星对许多拥有望远镜和高质量相机的业余天文爱好者来说已经可以观测到了。英国天文学会的 Nick James 指出， Atlas 在未来1年左右都应该可以用业余设备能观测到。话虽如此，但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彗星这东西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天文学家预计，因为3I 亚特拉斯形成于另一颗恒星周围，它的亮度变化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可能会比预期更剧烈的增亮，也可能因为表面外壳限制了气体释放，直接蔫了。那么，这第3颗星际天体到底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这是个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它挥发的光谱，就像把一束光分解成彩虹那样，识别其中的化学指纹，我们就能把它的成分跟我们本星系彗星的成分做比较。在研究2I 鲍里索夫时，天文学家发现了我们熟悉的气体成分，如氰化物、双原子碳和水蒸气，还探测到了大量一氧化碳。这说明鲍里索夫可能来自一个更冷的恒星系统。至于3I 亚特拉斯，早期迹象显示它并非岩石构成，而主要是冰。这一点从它模糊的彗发就能看出来。随着 Atlas 越来越靠近太阳，我们预计它的冰会更剧烈的升华。希望到那时，我们能获取更多观测数据，甚至分析它的化学成分。如果 Atlas 的化学成分与我们这里的彗星非常相似，那就意味着行星构成材料乃至生命的基本要素在整个银河系里都是共享的。如果它的成分差异极大，那可能意味着它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化学环境中形成的。那么大家为啥这么关注它？为什么科学家们对这颗即使普通人眼睛都看不见的暗淡彗星如此兴奋？3I 亚特拉斯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的实物样本，就这么从我们家门口路过了。你可以把它当成外星世界的一块碎片，免费来串门了。纵观人类历史，咱们只研究过太阳系内的样本、月岩、火星陨石、彗星尘埃，以及各种探测器带回的小行星样本。但像 Atlas 这样的星际天体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咱们不用发射航天器就能研究其他恒星周围的化学物质和环境。以咱们现在的技术，发射航天器去另一个恒星系统得花数万年。可以说 Atlas 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使者，可能携带着关于行星构成物质甚至生命基石的重要信息。这些天体的成分里可能藏着线索，比如不同的同位素比例、稀有分子或者其他能揭示它们形成方式和地点的特征。当然，这也是一个出于好奇和基础科学研究的绝佳机会。每一颗星际天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见过2个样本。每当有新的星际来客出现，都能极大提升咱们的认知。
第三颗星际天体是偶然出现的例外，还是某种规律的一部分？如果它的成分和鲍里索夫非常相似，我们可能会推测，许多恒星系统都会生成类似我们太阳系的彗星。如果差异巨大，那可能表明它的起源背景相当离奇。有了这3个样本，我们就可以开始估计这些星际访客到底有多常见。有些科学家认为，在任何时刻可能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天体经过太阳系，只是大多数都太暗淡了，我们无法探测到。随着望远镜技术的进步，我们或许可以经常性地发现它们。可以说，咱们正进入一个新的发现时代。智利的 Vera C. Rubin 天文台今年已经开始运行，它的空间与时间遗产巡天项目将每晚以极高的灵敏度扫描天空。专家预测，鲁宾天文台在未来10年内可能会发现好几颗新的星际天体，这意味着 Atlas 可能只是咱们未来几年会遇到的众多星际访客中的一个。当然，研究3i亚特拉斯还有个实际用途，就是为未来做准备。NASA 和欧空局等机构对这些天体的兴趣不仅来自纯科学探索，还因为它们可能带来潜在挑战。这些天体移动速度快，往往发现时毫无预警。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某个星际天体朝着地球撞过来怎么办？咱们得了解它的行为和成分，才能判断它是威胁还是机会。而且现在已经在设计探测或拦截这类天体的任务了。比如，欧洲航天局计划于2029年发射的彗星拦截器任务，就是为了等待合适的目标而设。这是一艘会在太空中待命的航天器，等待合适的目标，可能是一颗原始奥尔特云彗星，或者是下一个星际来客。探测器就会迅速飞去汇合，这样一旦有意外来客出现，我们就能及时应对，而不必临时抱佛脚。要是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探测器，飞掠这第3颗星际天体，并直接采集它的尘埃和气体，那能学到的东西多得想都想不到。未来的技术或许就能做到这一点，但就3i亚特拉斯而言，现在已经来不及安排飞掠任务了。它是在距离太阳最近几个月才被发现的，根本来不及拦截。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咱们现在学到的经验对未来任务的研发会非常宝贵。也许下一个星际来客会提前几年被发现，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准备会合方案。就像科学家说的，就算是最快的火箭去最近的恒星，也得花几万年。这样的天体自己送上门来，这个机会可不能浪费。所以，我们该为3i亚特拉斯恐慌吗？完全不用。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惊叹于它的存在。它提醒我们，宇宙不是封闭的系统，物质甚至可能是生命的种子，是可以在恒星之间穿梭的。现在，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把望远镜对准了这个第3个星际天体。专业天文台和有经验的业余爱好者，只要夜空晴朗，都在拍摄它。他们测量它的亮度，观察它的彗尾变长，用每一次新观测修正它的轨道。到2025年9月前，这颗彗星在地球夜空中的位置都很适合观测。之后大概10月，从咱们的视角看，它会离太阳太近，被太阳强光挡住，暂时观测不到。10月底，它到达近日点时，从地球看几乎和太阳在一条直线上，会完全隐藏在日光里。但到了2025年12月初，随着3i亚特拉斯开始离开太阳系，它将在我们的夜空中重新出现。在它永远消失在宇宙黑暗中之前，咱们还有最后一小段时间能观测它。科学家们知道，我们可能要等上几十年甚至更久，才会再有一次像这样的机会。一个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访客即将离去，但它带给我们的知识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让我们在理解自己在这个充满星际流浪者的宇宙中的位置上又进了一步。